闻佛音，见佛法，欢迎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入佛门，为什么尊称每位出家人为法师？那是因为出家人与信众依法相交，结的是清净无染的法缘。世间的俗情俗事乃虚幻尘缘，牵扯不完。我们之所以进入佛门，就是求一个清净之法，入于解脱之门，心得自在，开大智慧。有些俗人不明此理，还是用俗世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模式带入佛门中，用等价交换交易的方式来结缘。身为法师，慈悲为怀，也只能慢慢引导初学信众入于正途，而不会随顺此类众生的愚痴妄念。那么刚刚接触佛门需要注意，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观念，要谨慎观察看看，真正佛门中正知正见的法师不会与众生结人情世故之尘缘，只会与你结清净的法缘。大家进入佛门，首先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佛门清净的，不是避难所，不是闲来无事消遣时间的地方。只要是正修的法师，都是平时平凡的老实修行之人，不会和你谈玄说妙，说自己是什么菩萨再来的，说前世与你有什么因缘，今生再续前缘，显易惑众，追求神通，在心外求法。正知正见的法师都会引导你恭敬三宝，尊师重道，让你了解佛陀真实的圣言量的真理，让你认识到人生宇宙的真实相，了解人生无常，一切法无我的道理，让你慢慢回归本有的清净自性，走向自我解脱心得大自在的菩提之道。世尊早有预言，末法时期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，众生不具慧眼，很难分辨邪正真伪。那么佛经中的三法印，诸行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可辨邪正。离此三法印而说法者，非佛法之教。佛法义理深奥，非凡夫之心所测夺，也不是只言片语所能全。入佛门如入宝山，莫空手而归，须虔诚恭敬求名师指引迷津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的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只要读诵过佛经的人，相信都很熟悉这四句开经偈。得人身不易，得闻正法更难。要解如来真实义，就要闻思修，要闻法以后做正确的思维，而不能以解为正。听了很欢喜，过一阵子就抛之脑后。我们听到的只是开示你佛法法师的功夫，不是我们的正量。因此正法需要不断的熏习，了解自己顽强恶劣的习气，好好的降服自己贪嗔痴的习气烦恼。闻法不能变成道德的鞭子，专门降服别人，看身边的人都不顺眼，不如法，这样不是在学佛，而且还会徒增烦恼。为了让大家更深刻地明白法缘，接下来小编来分享一段南怀瑾老师与他一位台湾弟子之间的故事。我学佛时法缘非常好，一辈子有个好法缘，也告诉你们经验，这就晓得我的前生多生喜欢结缘布施，乃至自己懂得的一些学问，就想告诉人家，拼命要讲，而且讲得透彻，怕你听不懂，想尽办法给你装进去，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所以我一生学佛，学密学禅，我没有秘密的，只要那个人肯学，我没有不肯教的。如果保守秘密，留一手给自己啊，那就自私了。我没有，我所知道的一定告诉你。所以回想我一辈子出来，从12岁起到现在，开始练武功也好，做什么也好，都是师父找我，我都用不着找他。常遇到人说，我这个要传给你啊，我说师父啊，我不要，我已经没有精神学了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交给你。我常常被迫接受了很多东西，这就叫法缘。人生怎么有这个法缘？讲因果道理，是多生累劫自己肯布施出去，法缘自然就好，良好的因缘就来找你了。我到了台湾以后，有个台湾人忽然来找我，说他是宜兰人，在宜兰山里头有很多神仙，学道家学佛功夫很好的，都住在宜兰山上。真的哦，有一首古诗我讲给你们听：33天天重天，白云里面出神仙。神仙本是凡人做，只怕凡人心不坚。
这首诗我8岁的时候描红写来的，不晓得这首诗出在哪里，也不晓得谁做的。结果到了台湾以后，据说这首诗刻在宜兰山顶一块大岩石上，不晓得哪一个神仙刻上的。因为相传在唐朝，道家的神仙八仙过海，已经有人到台湾了，在那里写了这首诗，所以对宜兰很有印象。那个人国语也讲不清楚，一半国语一半台湾话，我也是1/3台湾话加国语。就问他，你找我有什么事？他说，我找你学佛呀。我说，你怎么晓得我呢？我初到台湾，跟大家言语不通，也没有名气。他说，你有啊，关公叫我来找你的。我说，哎呦，奇怪了，怎么关公叫你来找我？我看那个样子很怪，眼睛很亮，像2个电灯泡一样。你学道家的吧？他回答，不错呀。我说，你练采阴补阴的呀？对了，我采日月精华的。他修道家的，每天看太阳，太阳一出海以后，2个眼睛盯着太阳看，采日的光，这样眼睛张开看，你们看过吧？不过你要晓得，修道家这个法门是有违法，万一将来有徒弟问道，你都要懂。不过我也问他，你天天看吗？天天采吗？他说，采日的精华是阴历初1、初2、初3，这3天采，平常有另外的方法。采月亮的是14、15、16，在山顶采。譬如狐狸这些动物，夜里月亮出来，会盯着月亮看，那些动物在采阴，采月亮的精华到身上。我问他搞了几年了，他说10几年。问他师傅是谁，他说是关公。没有老师，他就拜关公，就晓得什么法门可以学，什么不可以学。问他关公怎么答复，他说脚杯，台湾闽南话叫脚杯，用2个木片子合起来，铿当铿啷一摇。我们求签师，求来也要脚杯问过，如果一阴一阳就对了，2个都是阳的不对，2个都是阴的也不对。他说，我就向关公求，问这个法对不对，不对我就不修。最后关公叫我来找你，他就叫我师傅。我说我不是师傅，那就叫先生。他说那没有意思。我说你叫老师吧，随便叫啊，你不是我学生哦，我也不做老师的。老师老师。结果我看了3年，后来不对了，2个眼睛掉出来了。我说，眼睛掉出来怎么办？你看这个人无师自通。他说，掉出来就掉出来，眼球掉到眼眶外面来了，多可怕呀。我没有吓住我，不对我就脚杯。问师傅关公，我还练下去吗？关公说练下去，所以我再练。3个月以后眼睛回去了，脑子眼睛就不同了。哎呀，我一听心里很想向他磕头，这种决心我们做不到，他一身功夫。他说，我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，就问关公。关公叫我睡觉，梦中告诉我，你看他们的对话都是这一套。结果梦中关公指出这条路教我怎么走，我一看是基隆，转了一个山头。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穿蓝色长袍的大陆人，那是你的师傅，你去找他。所以我来找你，我找得好苦啊，才把你找到。然后他打开黄布包袱，里头包了一大捆书。我问他是什么书，他说，我本来有个师傅是湖南人，有道的，他到台湾来，被日本人抓了关起来，说他是国民政府的特务，其实他不是，他是来找徒弟弘法的。大陆人话又不通，我就很可怜他，送饭给他，照顾他。原来他有道，他说，我跟你有缘，我活不了半年了，日本人会杀了我，我找徒弟也找不到，这2套书你帮我收着，将来有一个大陆来的人，你交给他，这个人是你有缘的师傅。越讲越神奇了，打开包袱一看，来注易经图解，是明朝很有名的大学者来之德的著作，懂得阴阳五行八卦。这本书外面很少，后来我就把它印出来了。第2本书奇怪了，是祝由科的医书。这个祝由科你们听不懂，是中国几千年的文化，这叫符箓派，画符念咒的。后来湖南郴州一带还有，以前的人生病不用药的，譬如长一个疮，他一来嗡，念一下咒子，在你身上一画，手把你的疮一抓，啪就丢在门上，你身上疮就没有了，那个门上就起火了，流脓流血。这是古代的医，所以叫巫医。
同巫术配合在一起的5000年文化。在黄帝的时候，这一门的医术叫祝由科，印度、中国都有。那一本是另外一本抄本，我打开一看，祝由科。原本以为世界上这本书绝版了，原来还有啊。我说你会吗？不会啊，他又没有传给我，我一直保留着。日本人搜查，经过好大的痛苦，保留到现在。关公叫我找师傅，现在找到您，我交给您了。我说你交给我也没有用，我也不会，也找不到传人，我将来传给谁呢？他说那我不管，关公叫我交给您就交给您。那个师傅死以前也说将来有个师傅会教我，所以我一生见过奇奇怪怪的这些人太多了。这是在台湾的故事，你们都没有听到过，所以你们学佛学大成道要先行布施，什么都不要保留秘密，只要真理，凡是对人有利的就要交给人。布施分2种，一个财布施，一个法布施。像我一辈子做的法布施，智慧的施舍，没有秘密。你要学什么，我知道的就告诉你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叫法布施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聊到这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